我们为什么爱看东野圭吾的作品？众所周知，他主打的就是揭露人性和社会。从他的巅峰作品《恶意》中，我们就见识到了什么叫真正的人性之恶。好了，影片开始。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东野圭吾推理系列的第3集《无尽黑夜》。女主名叫厚子。这天早上，她还在睡梦中，就被一阵急促的电话声惊醒。原来是警方打来通知她的丈夫田村在大阪被人用刀刺中胸口，已经身亡。接到消息，厚子立马乘坐高铁前往大阪。两人刚结婚没多久，田村在大阪开了一家新公司，他想让厚子辞职，跟着他一起到大阪去工作生活。然而厚子呢并不愿意去，因为他在东京有个不错的工作，不想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重新开始，而且他也不喜欢那个城市。为此两人发生了争吵，最终田村只好一个人去了大阪。与此同时，警方在田村的店里进行调查，负责此案的老警官发现现场没有任何打斗痕迹，只有死者的胸口处有明显刀伤，初步断定这应该是一起熟人作案，并且警方在案发现场没有找到杀人凶器，店里的钱财也没有丢失的情况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凶手的杀人动机究竟是什么？随后画面一转，警官和助理来到高铁站迎接厚子，简单寒暄了几句后，三人便一起来到警局让厚子辨认尸体。看着眼前惨死的丈夫，厚子双腿发软，差点昏厥了过去。紧接着他们又来到案发现场，田村的死亡时间是昨晚的7点至9点之间，死因是被刀刺中胸口，失血过多而亡。警官询问厚子，最后一次联系你的丈夫是什么时候？厚子表示，前天晚上丈夫约她去大阪游玩，可她非常的讨厌大阪这个城市，于是便没有答应。随后三人又来到田村的住处，刚进门，厚子就看到桌上的菜谱和锅中看起来很难吃的残羹剩饭。没想到丈夫一个人远在他乡拼搏，生活竟然过得如此窘迫。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厚子哭得撕心裂肺，差点喘不上气来。经过不断的调查，警方有了新的线索。据死者店中的员工讲述，最近这段时间店铺经营管理不善，老板经常发不出工资。没办法，为了能让店铺继续生存下去，田村只好到处借钱。转眼间到了深夜，厚子躺在床上怎么都无法入睡。他来到窗前拉开窗帘，只见大阪的地标建筑通天阁还在闪闪发亮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让不让人休息？厚子非常生气地拉上了窗帘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客厅突然传来动静，他小心翼翼地出门查看，结果深夜，女人听到客厅传来动静，于是起身前去查看，结果发现一个拿着匕首的光头刀疤男已经闯入她的家里。看到这一幕，厚子被吓坏了，立马冲出房间，乘坐电梯来到楼下。就这样，她幸运地逃过一劫。路上好心人帮她报了警，随后警方连夜赶了过来。厚子将刚才发生的一切全都告诉了他们。得知厚子看清了对方的长相，于是在他的协助之下，警方画出了嫌疑人的画像。经过调查，厚子家中的门锁没有被破坏过的痕迹，案发时也没有目击者看到嫌疑人，因此警方认为光头刀疤男拥有房间的备用钥匙，所以才能偷偷进门，先是将田村杀害，随后又想杀掉厚子。然而老警官却不这样想，他找到厚子，询问对方是否知道其丈夫店铺的经营情况。由于两人长期分居各地，没怎么来往，对此厚子什么都不知道。于是警官将调查到的一切全都如实告诉了她。听到丈夫为了给员工们发工资四处借钱，她非常的自责。身为妻子，她竟然什么都不知道，这也太失败了。交谈结束，老警官带着厚子来到大阪街头，两人准备到田村经常去的地方逛一逛。就这样，他们来到了一家拉面馆。田村经常来这里吃饭。通过询问，面馆的老板表示，听说田村为了给员工们发工资，跑去地下钱庄借了一大笔高利贷。与此同时，警方也调查到了光头刀疤男的真实身份，并且这个刀疤男就来自于田村借高利贷的那个地下钱庄。另一边，厚子和老警官在回去的途中路过一家糕点店，刚想进去买点东西，然而就在这时，厚子突然看到刀疤脸就站在前面路口，而且还拿着刀朝他走了过来。看到这一幕，厚子连忙呼叫老警官帮忙，可老警官顺着他指的方向一路追去，却是一条死胡同，什么都没有发现。随后画面转过，警方来到了钱庄所在地。然而经过询问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。据地下钱庄的老板所说，刀疤脸早在1个月之前就因为突发疾病去世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接着警方还查到厚子家附近的所有监控全都没有拍到刀疤脸的行踪，看来昨晚根本就没有人袭击过厚子。可他为什么要撒谎呢？为了弄清楚这一切，老警官找到厚子，将他带到了天台。看着大阪的地标建筑通天阁，警官不禁发出疑问，之前你来过大阪吗？在这里住了多久？迟疑了1秒后，厚子终于说出了实情。原来他之所以那么讨厌大阪，是因为他小时候在这里发生了一些很不好的事。5岁时，厚子就跟随着父母来到大阪这座城市。刚开始他们的生活非常的幸福，然而某一天，父亲的生意突然急转直下。为了拯救即将倒闭的店铺，厚子的父亲借了很多高利贷，甚至不顾一切抢拿房子的大本去抵押贷款。尽管如此，最终父亲的生意还是失败了。由于欠下的钱实在是太多，
导致每天都会有很多不同的人上门催债。就这样，厚子的父亲被逼到无路可走，选择了上吊自杀。然而催债人并不打算放过这对可怜的母女。当时上门催债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厚子经常看到的那个光头刀疤脸。于是刀疤脸这个恶毒的形象就一直留存在了厚子的意识里，变成了他的童年阴影。这就是厚子不想来大阪的原因。说完，老警官继续追问田村是怎么死的。无奈之下，厚子哭着说出了丈夫死亡的真相。原来前天晚上，丈夫约她去大阪，并不是想带她去游玩，而是想要拿老家的房契去抵押贷款拯救店铺。此情此景让她想到了小时候的遭遇，于是她学着当年母亲的样子，把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，威胁丈夫说：如果你把房子拿去抵押，那么我就去死。丈夫怕她做傻事，立马冲过去抢刀。然而就在此刻，悲剧发生了。在争执的过程中，厚子一不小心将刀刺进了丈夫的胸膛。就这样，丈夫当场凉凉。厚子害怕极了，她急忙冲出店铺想要求救，可刚出门就看到了大阪的地标建筑通天阁，这让她瞬间想起了小时候，于是又突然改变了想法。她不想让这座令人厌恶的城市再次毁掉自己的人生。随后，她返回房间，将自己来过的痕迹清除掉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她又连夜返回东京老家。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。说完，厚子询问老警官：你是怎么知道我是杀人凶手的呢？老警官回答说：是因为香水味。原来一开始在调查死者的尸体时，老警官就在其身上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香水味。后来在车站迎接厚子，老警官又闻到了相同的味道，所以他才一直怀疑厚子就是凶手。接着老警官猜想，香水味只在死者的右侧头部存留，这应该是凶手杀完人后再次紧紧抱住了死者的头。说完，案件告破，影片到此也就结束了。故事的结局令人唏嘘不已。童年阴影真的会伴随人们的一生，阴影或大或小，它就像一个填不满的黑洞，拖住了我们前行的脚步。但是尽管如此，我们仍要向前看，不是吗？希望有童年阴影的小伙伴们内心能变得更加强大，不怕困难，砥砺前行，治愈好自己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到此也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